好，中国发展论坛落幕之后，我们昨天有提到啊，因为突然有一个神秘的邀请函，邀请了这些美国企业，是不是执行长们可以见一面哦？那但是呢，他们收到这个邀请函的时候，都很有默契，知道是习近平邀请他们了。那我们昨天有曝光这个消息，今天有更多的细节出来了，也就是说有他们这个会中合照的画面，还有包含了习近平直接对这个美国的一些工商界代表说：“欢迎你们，欢迎。”生根在中国，我们来听听。中美关系史是一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过去是靠人民书写，未来呢，也要靠两国人民创造。两国各界人士要多来往、多交流、多合作。对，所以其实我们看看这个习近平等于说亲自跟这些美国的企业来喊话，说希望你们可以多交流，多在这个中国大陆来生根哦。而且他们的大合照也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习近平站在中间，但是第一排的这个官员们呢，也都跟企业领袖交叉着站。这一位是王毅啊、王文涛啊这样子，还有这个企业的一些领袖交叉站，给足了尊重。那其实他会见这一些美方人士哦，大概历时是90分钟，外界也注意到啊，这些美方代表在各自的领域都非常有影响性，比方说像是保险巨头啊，还有投资这个巨头黑石集团、高通的总裁啊、辉瑞的总裁啊，甚至还有哈佛甘乃迪学院的院长哦，一些这个国会的要角都在这个会中也都有发言，所以时间是1个半小时，那大家都有这个频繁的这些交流。那他们讲说呢，当时在邀请函其实是在这个等于说高层论坛最后呢，他们就有收到一封这个邀请函。那因为没有署名哦，所以这些美企 CEO 都有这个默契，想说啊，这个是来自于习近平的邀请，所以大家就纷纷改行程，要在中国大陆再多留几天，然后为了要跟习近平见上一面。那我们看看这个彭博讲说，这其实是在论坛结束后才这样子交给了这些 CEO， 那他们知道说这些要角哦，过去有跟习近平在旧金山见过面啊，当时的邀请函也都是这样子来发出来，所以他们就默契啊，这个是老朋友来的邀请函哦，所以他们就很自然而然赶快就去更改了他们的行程。那现在呢，华尔街日报或是一些美国媒体哦，看到这些企业大佬们很积极的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投资啊，或是生根的动作，坐不住啦，所以他们就积极的要劝退他们。然后他们说，在华的美国企业生存空间受到许多的因素的挤压，包含地缘政治的紧张关系，有针锋相对的贸易，还有出口措施，那还有这个中国大陆对于自给自足的需求跟追求，所以他们好像想要劝退他们不要在中国大陆多做投资哦。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看看这个吕特也去到了这个中国大陆来进行访问。那其实习近平也对他讲说，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中国的科技进步的步伐。那他提到的就是艾斯摩尔。那当然，吕特他讲说，现在没有办法，这个身为首相，他可能也不方便多说什么。他说呢，这个我不能透露对于荷兰半导体产业或是艾斯摩尔的方针。但当我们不得不采取措施的时候，从来是不会针对某个国家，也就是说，他不太希望说他们是被中国大陆理解成他们是站队在美国这一边的。那再来，现在美国也要求日本、荷兰的盟友停止服务中国的顾客哦。那美国的商务部次长他这样子在喊话，感觉好像隔空在对吕特放话，就说：“你别想要这个好像。”摆脱我们啊，我是站在一起的盟友啊，你可别自己就这样子去跟中国大陆站队在一块儿咯。那另外还有这个新加坡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场面，也就是刘建超跟李显龙见面了。那他说，新加坡我们是看好中国大陆发展的前景哦，中国大陆有非常多的发展优势，经济韧性很强，不会见顶哦。那当然反映在一些指标性的企业，我们看今天的一些消息跟华为有关的它的这个平板的电脑赛道啊，竟然已经销售量超过了苹果了，而且大家更关注的是 Mate 60之后的新一代机皇，就是 P70， 今天竟然登上了微博热搜第1名。他想说，是要发表了吗？
那相关消息哦，这个在华为超话里面讲说，据说今天会上架到华为商城哦，所以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期待。还不止如此哦，就其实就连这个淄博烧烤又在热起来了。那你看看那个店家为了要求个悠闲，还自刷差评，就说啊，这个希望大家不要来吃。结果没想到还有很多人留言说，我就要来吃吃看有多难吃啊，让这个店家真的是有一点就是不知道该喜还是该忧。那所以马凯硕难怪会这样讲说这个中国人决定要富哦，要富起来，没人可以阻挡。我们来听一下。If 1.4 billion Chinese people decide to become prosperous, nothing can stop them. And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this great desire to do as well as the rest of the world. 好，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谢老师。我想习近平见美国这次去大陆访问的这些工商业界的这些巨头这个第一个这些不是一般的中小企业，都是美国在各行业的领军的行业，而且他们的这个实际的负责人我想它的意义其实很清楚，就是向这些美国的工商业界传递一个讯息。就是虽然就是说美国的政府对中国极为怀有敌意采取了很多偷工锻炼，甚至违反国际贸易法的这种制裁的这种作为，中国大陆方面呢，对美国的工商业界基本上维持开放欢迎然后给予市场开放跟尊重他们在中国市场发展权益这个政策只会往前走，不会往后走。因为一般国家要碰到这个一个不友善国家的话，它会相对的这样报复的。可是我想习近平跟美国的这些工商业领袖传达最大的讯息就是说，中国的大门还是开给这个美国的这些公司的，他们可以在中国大陆尽量来做发展，中国大陆的是全面配合的。所以这个背后反映了，就是中国大陆在面临就美国设下的各种这种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还有经济现况的这种不利的这种作为、敌视、破坏抵制，或者说怎么样攻击性的作为中国大陆的最重要的回应方式，就是把中国大陆市场开放的更大，用更开放来抵制美国政府的这种对中国的封闭。然后一种不友善，所以我想这个讯息是既大声也很明确，那么而且由习近平亲自出来跟这些大佬见面，那我想当然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我想中国大陆现在这个政府过去政府一样非常目标指向。我想中国大陆现在从习近平到李强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具体的可衡量的指标。就是今年2024年，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率要尽一切手段达到5%。那有人这个国际组织像 IMF 像 World Bank 给中国大陆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的指标是4.5%。其实问题不在中国大陆的经济问题，问题在国际的需求减低。那么国际主要的市场本身经济不景气，像比如说像欧洲的市场就很不景气。那美国的采购能力也是有问题，再加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不友善，所以呢，中国大陆设定了一个5%的目标我觉得大概就是要全力以赴。你就看中国大陆的政府为了达成自己设定的目标他们是等于说是全力以赴那最近中国大陆在这个所谓的开放上也不是只说不做，因为让全世界尤其是金融业都感到很震惊的中国大陆开放外资在银行及保险业可以100%持股在中国开设公司经营，这个对很多国家来讲，自己都做不到的。可中国大陆居然有这种程度的开放，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决心是很强，而且呢，也不是光说不练可能会有更多我觉得就开放中国，不管是制造业还有服务业市场的这种措施我觉得今年可能都会相继出台。好，将军。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来讲跟中国竞争，其实归根结底最后一句话就是为了晶片了就是科技的竞争。我们知道人类已经走到第4次的工业革命，第一次是蒸汽机的发明，
第二次是电器，第三次是电脑。现在来讲 ，AI 智慧可以说是第4次的工业革命。那 AI 产业就是晶片产业了。这个2023年的时候，这个彭博社预估会有1兆美元的这么大的一个产值。在这种状况下，美国绝对不会把这块大饼分给中国来使用，所以它无论如何，它在晶片科技这块一定要卡住中国的脖子，不让它来这个发展。那我今天来讲很简单，跟大家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有没有机会挣脱这个卡脖子？我们知道晶片靠了，这次去看这个吕特荷兰的首相，最主要就是他们荷兰的光刻机嘛。什么叫光刻机？就是我们经常听到极深紫外光，对不对这个深紫外光，我们大家知道一般光它有波长嘛波长大概就是奈米为计算，这中间这块是可见光，就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到，这边是红外线，这边就紫外光。那一片奈米一片晶片上面，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个这个电晶体在上面？有最少30亿个。也就是它每一个距离都用奈米来计算，大概1奈米是10亿分之一。我跟各位讲这距离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呢？我们一个病毒大概100奈米，也就是说，如果说台积电做出来1奈米的话，它一个电晶体的精度只有可以放100颗病毒才抵得上它1奈米，所以你想想看这种技术有多难。那它来讲的话，就是必须要用紫外光，就是越往这边的波长越短嘛，要到1奈米。像这边我现在列出来的大概只有100奈米，它所以说极深就是深紫外光，就是往这边越往这边移，要到波长要到1奈米才可以刻出这种光刻机。好，那这就是艾斯摩尔所谓的光刻机。那我们要知道，我这样讲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说是艾斯摩尔这个光刻机其实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那以往来讲的话，就比如说高通它负责设计这个晶片，对不对？然后艾斯摩尔负责出这个光刻机，我们台积电负责来制造这个晶片，大概有一个产业链供应。但美国现在发现不对了，你中国来讲的话，我继续让你生产晶片来讲的话，你将来就会把我吃掉。这1兆美元的这种产业值来讲的话，我就被你瓜分掉。我现在美国制造业已经落后了，我现在唯有靠晶片这个产业，我才可以维持我世界霸主的地位。所以他绝对要卡中国的脖子，这是避免不了的。但是我们来看看我们按照这样来看的话，中国有没有机会来卡脱这个脖子？我觉得有一个很大一个机会就是华为，因为我看华为今年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投资在这方面来讲已经到9795亿美元。那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它年增长是87%的这种增长幅度，他们预估以后会到1兆人民币的这种幅度。那也就是说，当华为它有人才，这我们可以确定的，它有人才，它有这些资金，如果再加上它有决心，那它还有市场。市场是什么？就俄罗斯啊，这个非洲啊，或中东第3世界国家，这些国家当然都要用晶片。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它有这些能力来讲的话，华为它集合国家力量，集合它的这个人才，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它应该可以制造出晶片。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吕特这么紧张要去拜访中国，是不是想要说是继续把这个产品卖给中国？不然它这么贵的一台机器，它没地方卖的话，对荷兰来讲的话影响很大。如果中国自己做出来，对它影响更大。好，来问郑老师。习近平大家在期待说会不会跟马英九见面可是你要知道他是个大国，他几乎每天都跟各国的政要见面。台湾因为没什么邦交，我们蔡英文就都窝在那里。那他可以这一次跟美国的工商巨子、跟他们学术界这些大佬见面，那意义更是不同了。其实刚刚看那个画面我看那个事情，有一个人还用中文跟他讲说你好习近平说你好，那种气氛整个散发出来。那你跟美国，你看拜登这几年从川普开始，本来大家有钱赚，大家所谓的全球化开始改对中国的制裁，要大家配合，要大家跟，那搞得这些生意人就很为难了。他们本来在观望，看看谁会打得赢，本来预测说那中国大概挺不过去，那再加上你看最近俄乌战争，战火从经济贸易战打到实质的战争，你想让这些生意人多难过。然后这次习近平就在讲说，过去都一直有讲什么中国崩溃论，但是没有崩溃。现在在讲说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见顶到顶了，他说不会见顶，我们还是继续弄。而他讲了很多俚语俗语，他说从善如登山，从恶如崩。因为这个中国崩溃论都是这些家伙都在讲嘛。而他还喜欢讲说大河有水，小河也满；小河也有水，大河也满。意思是说大家一起希望创造，他一直讲和平繁荣的环境，真的不是这样子吗？全世界大家多么渴望人类难得有这么好的生产力，这么好的科技，
应该是个和平的环境。谁在弄，谁在破坏，美国很清楚嘛。刚刚前面提到那个荷兰的吕特，他才要跟中国稍微示好，他们那个商务部长在隔空就警告啊，他们不就是这样吗？美国包括他们这支叶伦啊，他们才又要去中国的，来都是勒索、恐吓、要挟，然后叫大家要跟，不跟的就准备揍人。这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环境？所以就全世界来讲，大家已经苦美国久矣。那这一次不止他这一部分，他见完这些人之后，后面延续在海南岛就博鳌论坛了，习近平也发表讲话，整个都是那样一个基调，希望大家和平，希望大家繁荣，希望大家一起来，不可能把中国打死的。有机会有钱大家一起赚，他同时也开放啊，他不是刚才介大使讲那些海南岛那个自贸区，他做了非常非常多具体的开放措施。你想想看，这些大佬、这些有钱人亲自见了面，听到这种声音，感受到实质的政策，再回头一看那个拜登那个样子，他终究得做选择，到底要跟哪一边才真的有钱赚？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哦，因为现在联合国的专家报告判定了以色列在加萨犯下了种族灭绝哦，所以这等于说在联合国这边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声浪出来了。纳坦雅胡是不是也被视为像是希特勒、史达林这样的一般的角色呢？那主要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在安理会的时候，他是投下了弃权票，让现在纳坦雅胡爆气呀，所以他这个跟拜登等于说闹僵了。当时他们两个人是就是在恐怖攻击之后呢，其实是关系还不错的哦。可是现在两个人闹僵的情况下，他已经取消访美了。那看看这个联合国，他们现在首次安理会通过了加萨停火的决议，美国在这个决议中投下了弃权票，此举惹怒了这个纳坦雅胡。那所以你看看白宫的国安会发言人，他就讲说，以色列人似乎在迁怒美国，别这样好吗？那所以在关系急动之下，可能拜登跟纳坦雅胡已经没有办法再沟通了，两个人僵了，那就只剩这个两国的防长来见面，在五角大厦哦。这个以色列的防长跟奥斯汀见面了，那奥斯汀就提醒他，加萨的人道主义灾难正在恶化当中哦，所以现在也许只剩下防长还可以谈。在这个美以两国大头闹僵之后呢，现在更难解决这个问题了。那对于美国来说，以巴也好，俄乌也好啊，感觉好像两头烧哦。现在是不是想要借着菲律宾跟印度这两国来牵制中国大陆呢？你看，在这个大国纠葛当中，印度一直都有它的存在感。比方说，今天看到这样一个消息。他说要抗中哦，对抗中国亲门踏户。他们说现在要以藏学来培养、强化前线的军力。那我们就很好奇啊，就进去看一下，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新的抗中方式哦？结果他说呢，他们要有为期6周的这个藏学课，就是要去参观藏传佛教寺庙，还有藏族的村庄。然后他们还希望可以把这个课程延长到12周。我们就听完想说，了解藏传佛教就能够抗中吗？在台湾都还在那边这个讲说什么宗教什么是中国神啊什么，结果人家印度是反向操作去了解佛学。那还有呢，看到印度的外长哦，他们讲说，在这个印中关系上面，我们绝对不会在边境问题有任何的妥协哦。他说中国对于边境的主张很荒谬，从头到尾都很荒谬，所以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做法，就是他们要来盖这个围篱，边境围篱哦。那他说10年要斥资37亿美金，就大概台币1100多亿元哦，要盖长达1610公里的边境来新建围篱，那刚好就比起美国多10公里哦，因为美墨的边境是1600公里，所以展现出来比美国更强的这个大国自信，要用这个边境围篱来解决这相关的问题。甚至呢，印度还喊出来，他们要守护印度洋。那他们现在有11艘的潜舰说在海上执行任务，这是印度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可是这样子能够反制中国吗？因为中国大陆的潜舰就至少在这个维基百科上面写说就是有60艘哦，所以感觉起来印度的自信真的是很大。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公众场合，米尔斯海默我们知道这个是大国政治的一个大
大腕哦，这个当时精准的预测了俄乌战争。那他去那边接受访问的时候，主持人是印度人，他就讲说啊，未来世界的3极是中美俄。那印度的主持人就问说，那我们印度呢？我们来看看米尔斯海默的回答。What about India? Where do you see India standing in this? Well, I would say, first of all, India is an aspiring great power. The 2 building blocks of 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re population size and wealth. You need a great deal of wealth, and you need a lot of people to qualify as a great power. What India has for sure is population size, and it's growing wealthier and wealthier by the year. I think, according to most accounts, it has not yet reached the point where it qualifies as a great power. 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就说印度很有抱负，但还算不上大国。好，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讲这个印度跟这个缅甸修这个围篱哈，基本上是因为啊。这边有一些少数民族事实上被印度统治，它事实上它要从印度脱离印度独立。比如说有一个邦国叫 Nagaland 这个邦国事实上它土地被分成一边在缅甸，一边在印度，所以呢，这些要追求从印度独立的人他可能会躲到缅甸这边来，因为两边都是他们传统领域。那所以这个国家为什么被分裂？就是英国当时这个殖民主义去侵略人家这些传统这些民族的土地的时候，把它分开了。那印度一独立，认为英国人侵略土地都属他的，就是一边收了一大堆，收了一大根本不是印度人那个人是比较偏向于缅甸族的那现在印度有一个东北角就像我们讲阿萨姆那里面天天印度在里面大开杀戒，为什么？因为那边不跟印度人无关历史上是无关的然后他们不希望日本这个印度人的统治前几个月你记不记得印度族群冲突？就在这个区域，它里面民族复杂，所以他会修1200亿跟这个印度缅这个边缘，就是因为他侵占了别人的土地嘛，他现在要靠这个围篱来永久化，所以印度是实行大印度主义。那所谓这个他会尊重藏族我觉得他根本是想用对藏族的了解来控制现在属于藏族的2块土地，一个就是现在的藏南地区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跟印度人根本就八竿子打不到一些关系的。历史上藏族是藏族，印度是印度族，所以他现在侵占了我们中国藏族的土地他想要永久侵占，所以他就花样很多。那事实上我认为就是说以印度人的做法的话，我觉得藏族在藏南的话，我想生活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印度它只要力量大它就会把你吃掉。像过去像习金这个印度在马来西亚在这个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小国里面，像习金就被印度并吞了。他并吞之前用什么方法呢？大量印度人进入习金，最后印度人变成主流。他现在有用这种办法吃尼泊尔，他要吃藏南，所以呢，印度才不会尊重什么藏族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多了解一下历史背景，就会很清楚。所以印度事实上是在南亚实行大印度主义，对周边的少数民族这种做法非常残酷，所以他跟周边所有国家都有过武力的冲突。他所有的邻国都跟印度发生过极大的冲突，所以这个边境围篱就表示他跟缅甸的关系很糟糕。好，来问厉将军。讲到印度三哥我就很讲一些故事让大家开心。这个印度的潜舰又一讲到这个潜舰，你知道他的潜舰哪里来的？你知道？他跟俄罗斯租的，花了30亿美元去跟俄罗斯租这个潜舰。然后租完这个潜舰，所以他现在认为自己是泱泱大国，但是这不是他自己造，也不是他自己国产的。那如果说是跟中国对抗打成了，我就不晓得说俄国要不要跟他要钱，说你跟我租的，你要不要赔我？就像有些人去租超跑来充面子。第二个，印度军我们都不讲，其他飞机什么这个航空母舰什么的，我们就光讲他潜舰的故事好了。在2013年的时候，印度的潜舰有一天很神勇，他发射了一颗飞弹出去，突然在船坞里面突然射了一颗飞弹出去，然后打伤自己的船。就那颗飞弹发射的时候，把自己的潜舰弄爆炸沉掉了。
这个自己搞这个，然后打伤自己的船，把自己的船，所以说印度这个飞弹好打，所以要特别小心，印度自己也要小心。第二个故事印度还有更扯的，这2018年的时候他有一艘核子潜舰，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俄罗斯租的那艘，他突然沉掉了，为什么沉掉了？因为他下沉的时候忘了关舱门，结果他就下潜了。结果他下潜以后海水倒灌进去以后，就把这个核子潜舰，后来好像捞起来又修好了。这第二次的这个故事他可以连舱门都忘了关。第三个在2021年的时候，他在巴厘岛有一艘潜舰，那很不幸，他不知道那边试射什么这个鱼雷还干嘛，也是自己把自己搞沉了。53个官兵沉在下面，后来因为没有氧气，全部这个因公阵亡。所以说，印度现在来讲，如果说是他讲到印度的军，我就很兴奋。就不管是飞机啊，或者是航空母舰啊，或战车啊，或现在潜舰，其实都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就比如他讲他的光辉战机，对不对？前2天摔了一架，然后在新加坡航空展，上个月新加坡航空展的时候，他这个要出来表演的时候，虽然喊咔不停，为什么？因为飞机故障起飞，所有飞机都不能起飞。所以印度要在这个印度洋跟中国对抗，我觉得我们就当作笑话看看就好。那至于以色列，我觉得来讲的话，这次虽然说联合国通过了2728号决议案，要求他们制止停火，但我觉得这不太可能了。这个纳坦雅胡一定会单干到底，大概会像拉法进攻。这个世界上面最严重的一次人道危机，我们可以很悲伤的准备看着这个悲剧可能会发生。好，郑老师。前面提到说，习近平一直希望对全世界表达中国要和平发展，要跟多方与邻为善。可是很清楚的，美国人并不想让中国人得到一个发展的机会。那特别是刚刚提到印度，就不用再讲了啊。印度是蠢蠢欲动，那美国就给他甜头。他连以前印度其实跟俄国都非常好，这次俄乌战争之后，他们得了便宜又卖乖，实际上某种程度是往美国那边靠。那更重要的是，现在美国人拿着菲律宾在那边生事。大家其实不太知道，最近是冲突是非常非常严重哈。大家都知道仁爱礁那个地方已经好几次菲律宾借要补给，那就是要强行登陆，强行要扩大那个地方的占领。那中国大陆已经用海巡，包括这个直接已经那个水炮听说威力很强，打的那个菲律宾的渔船白旗都摇出来，这边投降。他们有一些军方的还受了伤，但看起来菲律宾总统出来讲话，还要继续干。那就表示说这是个难局。不止这样，前阵还有个什么叫铁线礁，离菲律宾很近，他们就搞的所谓34个科学研究考察人要上去，然后就是强行登陆到那个礁上面。跟随来的日本这个记者，日本也是我刚刚提到配合美国那么惹事的。那中国大陆怎么办呢？他用了一招，他们用那么威力很强的直升机，就到那个小沙礁上面，叭用直升机这样弄，震得大家东倒西歪，最后乖乖的狼狈而逃。可是刚刚就在今天啊，中国的国防部的对外记者会的时候，记者就问他说美国的布林肯公开在挑衅说他们跟菲律宾是有军事结盟关系的，他们是要挺菲律宾的。他说美国的这个菲律宾的政府还启动一个叫做全面群岛防御规划的一个战略，那该怎么办呢？那中国大陆国防部的这个发言人就讲说，中国大陆立场很清楚，反对外来的介入，也反对外来的侵略。那包括你美国人整个就是他讲明了，就是美国你在那边推动，在那边惹事，美国你没有任何的正当性跟权利可以来介入。就算你跟菲律宾讲说你们有什么联盟，意思说中国也不会怕，你要就来。所以我看这个地方，如果以菲律宾这个马可斯，一而再再而三受了挫，他还是不是？所以双方大家就绞尽脑汁，到目前只是没有真刀实枪。可是看起来美国人是很希望能够做到擦枪走火，那中国当然不希望这个时候真正产生。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公务员是郑村棋，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先来关注一下马习二会，现在看起来，这个讯息越来越明确了。港媒这个香港01的报道，他说，经过北京消息人士的求证，习近平在北京会见马英九，确定在计划中。不过见面的具体时间跟形式还在沟通跟运作。那郑源哥也有提到了一些相关内幕啊，他说他笃定习近平想跟马英九见面。现在大陆民意对于台湾的敌意空前高
张哦。那习近平作为领导人是想把气氛给缓和下来。那不止马英九嘛，竟然说其实还有一位重量级的政治人物也即将要访问大陆，很可能也会跟习近平碰面哦。那现在传出这一位重量级人物可能是这个前副总统吕秀莲，但是吕秀莲的办公室立刻跳出来驳斥说完全没有这回事情啊，不要这个误传。那我们看看，还有一些绿营的人也是在这个时间点就说啊，那个马英九你去到那边要喊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立刻被这个马英九基金会的这个执行长萧旭岑给打脸。他说这就是一个奇怪的台独言论啊，违反中华民国宪法，怎么可能让马英九去帮你们去宣扬、去传达你们的台独主张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那再来看看现在目前两岸的僵局哦，因为这个金门有军职的调客，现在还没有办法回来。你看三立新闻立刻就讲说，哦，这是政治肉票，怎么可以扣住呢？那国台办的讲法是说会做一些妥善的处理哦，但是目前并没有说什么时候会释放。但是今天管碧玲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哦，他有提到海巡随时准备接人哦，基于人道跟这个搜救公约，希望让胡姓士官能够很快回来。海巡署也随时准备接人的相关工作。那其实呢，4月份的时候我们之前有听到说，在金门这边呢，会有一些实弹射击，就有人问了国台办这件事，他说呢，究竟是例行性的训练，还是有针对性的挑衅呢？民进党当局心里比谁都还要清楚哦，所以国台办他们说会密切关注台军在金门的动向，如果挑衅滋事必遭失败，所以感觉起来4月份可能会更加紧张一些。还有大陆的海事部门在台湾的西侧水域已经展开联合的巡航，这个是福建的海事局，还有东海的航海保障中心，他们3月27号就协同了上海海事局，在台湾西侧水域展开联合的巡航哦，所以包含了海巡01、海巡0802、海巡1630等大型的海巡艇都在这边进行联合的巡航动作。还有呢，刚刚的最新消息就是邱国正的儿子，这个现在被控这个招妓染黄，现在国安局要火速立案调查。他说，如果违法的话，会依法来就办哦。那国安局说，这个事情他们会本着勿枉勿纵的相关原则。但是刚刚看到网络上面就有一些人开始在讨论啦，就说啊，会不会又有什么阿共的阴谋啊？然后他们就讲说啊，没事啦，应该不会被弹劾了，因为毕竟这个国防委员会的委员跟这个大陆女子在一起。好像也都没有事情哦。那还有人讲说，这一篇文章感觉好像是这个绿营御用的记者写的，会不会有这个带风向的可能性呢？就这在 PTT 上面讨论非常的多，还有人讲说，这可能是得罪谁才被爆料的，或许也有可能是不是有打算这个赖清德要换掉国防部长，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动作呢？因为之前总统府不是讲说，这邱国正是自走炮嘛，所以是不是开始有一些前奏出现了？而我们讲到昨天，其实唐凤在立法院的时候有报告，我们的低轨卫星上半年要开通。他说这个叫做 OneWeb， 那就是在紧急状况，也就是说在战争时期可以使用。那之前我们本来都听说，我们想要用星链啊，现在为什么突然变成自己要跟英国去租借这样子的一个 OneWeb 呢？然后说华府有重量人士跳出来讲，因为马斯克太亲中啦，纽约时报也这样报道，马斯克太亲中，台湾不相信他，所以不愿意使用星链，竟然还有这一层的消息，这一层的考量让大家觉得也是蛮讶异的。那还有这个，我们现在无人机也要搞一个国家队嘛，那结果被发现到在赖清德巡视的时候，引擎竟然是 Made in China， 那很没面子啊。所以昨天他们就讲说，也是在这个立院讲到，他们说现在国防厂商安全调查要剔除就是涉中关系的214人，这些厂商就所以他们不可以参加这个相关的这些计划，那也不可以来贩售无人机给这个军方。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副国务卿康贝尔通话这个中国大陆的副外长，现在强调说，这个稳定台海的一个重要性啊，他跟这个马朝旭有一个通话，所以现在感觉起来，美国的确很害怕台海有任何的擦枪走火。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介老师怎么看现在这个马习2会，感觉好像更多的细节曝光了。
马英九宣布要去大陆了，当然就引起很大的注意。那关键就是会不会这一次跟马习第二次又见面？那当然看最近的新闻，几乎是确定了。政治上当然那个从他们讲话那个语气，包括国台办的反应，那几乎就是一定会成型。那我自己有个看法，就是说马英九这次再去，到底会跟上一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按照蔡正元的讲法，我不知道他那个消息从哪里来。他说习近平愿意见马英九是为了缓和两岸的气氛。那如果这个推论是不是说这次马英九去是中国那边邀请，或者是暗示，或者是透过什么方式让马英九这边觉得说，需要让他过去？还是马英九这边自己也是很想再有个空间，有个舞台不要讲积极经营，这个不知道了哈。但客观效果是会产生这样的缓和作用，要不然他可以不用让马英九去，或者不用把它当一回事，更不可能有马习二会。那如果马习二会真的成型，蔡正元那个推断，不管谁主动的，是要缓和两岸的气氛。那接着一大堆报道说，王金平很可能去啦。洪秀柱当然常常去，也在计划之中。那宋楚瑜也被点名，宋楚瑜说没有拒绝没有说 no。那包括李秀莲都被提出来，在谈到这个事情，那就表示说一个很大的一波浪潮，中国大陆那边希望能够形塑，不要因为蔡英文这8年，包括未来的赖清德，让两岸就这样子断了，那能够形成更多的交流。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这只黑手不断的搞，不断在搞。让两岸几乎是兵凶战危。我认为中国大陆现在的最大，包括他们现在等一下我们谈到说，都在注重经济发展，如何让它复苏，如何让它在各个全世界里面掌握这个历史的契机，让自己的国家发展好。图谋以后再说，并不急着在这个时候，在两岸的关系就要做个了断。所以美国人在这边煽风点火，包括在南海一直生事。中国大陆当然是希望能够不要落入美国人的圈套，来缓和这个气氛。这个判断是对的。所以在这个大的前提情况之下，我是觉得我们应该重视，特别是我有2个看法。我认为马英九这次去，希望能够比上一次进步一点。说真的，当年新加坡那个马习会也去吊卡背的，最后是挂个钩。严格讲是马英九8年把两岸关系是搞到倒退，让台独在岛内如此嚣张。到这个蔡英文执政，搞得两岸几乎是敌对到几乎断线，所以他应该将功补过。不过什么意思呢？马英九是很荒诞的，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大统派。你看被绿营骂到这个简直是不堪。但是马英九实际上是怎么样？他公开讲他是不统的，他不独当然很清楚，他是不统的，所以他跑到大陆去是很奇怪的。所以我认为这一次他应该很清楚讲，他到底赞不赞成统一。记得投票前3天他跑出来讲说要相信习近平，然后讲，然后讲到说他相信台湾人民是希望能够有机会统一的。他讲的是台湾人民那你马英九呢？你马英九到底赞不赞成统一？不要在那边讲说什么9·2共识，在那边绕圈子。你在这个时候应该清清楚楚的，既然你已经是这样子，你就该公开表态，你是赞成统一的，而且应该展开两岸面对统一如何的进程，要有具体的动作开始做。我认为这个应该的嘛，大家都认为你是个大统派结果事实上你做了这个不统，那不是非常非常矛盾而这个矛盾长期大陆那边当然是忍受了。那在这个时候，如果因为是气氛紧张马英九又去和一和只表现了一种缓和气氛的作用，其实是太浪费了。所以我认为说，第一个他应该积极的来做，第二个刚刚提到说很多人都去包括王金平其实上一次差点成型了。大概中国大陆以前早期大家把他认为说中国马英九是号称中国国民党，常常没有中国。那王金平他事实上就被人家认为是本土派了，台湾国民党之类的，接近某种程度的台独，是被点名做理由。但他如果想去，我认为是应该是大陆应该去开放心胸。上次有人就借机在媒体训理他，就最后好事就落空了。这一次他如果要假借，因为他都知道他这个宗教信仰很虔诚嘛，要去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萨，要去那边拜见文殊菩萨，当然是非常好的。那如果因为宗教开始，就看马英九是从祭祖、从文化开始如果能够因为这样子开始上升到其他更多的接触，总体是好的。那听说到那个地方还有什么神农宫神农大帝啦马英九这一次需要去祭拜皇帝啦，这个炎黄子孙这些总体这个形成一个氛围，为什么很重要？我听到一个可能是真实的，
中国大陆最近有一部台湾过去的电影非常夯，叫《周楚除三害》。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受教育，周楚除三害就是几乎是知道什么意思。可是台湾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周楚除三害是什么意思，那个文化段，那个这个整个落差很大。所以如果能够透过这样子更多的交流，不要让民进党得逞，不要让台独得逞，更不要让美国那只黑手能够为所欲为。我们人民重要讲的是，人民要有自己的自主性。我讲不客气一点，以前台独国民党是在打压，你今天民进党执政，为什么统派今天在台湾好像变得是有罪一样？是谁形成的？这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吗？这是个民主国家吗？台湾要不要统一，本来就应该光明正大被提出来讨论。那你马英九做一个被认为说邵成辉都是统派的，结果你搞不统，你不是很奇怪吗？希望你这一次能够明确的表达，就算引起再大的争论，也不过如实，也不过将功补过而已。好，来请教介老师。我想马英九这次去大陆的目的很清楚嘛，他定调就是和平之旅啊，也是现在两岸人民之间殷殷盼望的，尤其台湾的我想有理性这个爱台湾这块土地的人都希望两岸是和平的，都不希望战争啊。那另外一点，他是大陆邀请去的，也现在大陆也希望他能够推动这个和平啊。那我觉得就是说，两岸兵凶战危，很多事情我们冷静出来看的话，美国一直在那边这个怎么样？这个添油加火，几乎是一个礼拜，一个美方重要人士说，大陆要2023年武统，2024年武统，2025年每天在猜谜比赛一样，干嘛？制造两岸紧张气氛啊。然后呢，这个什么绿扁帽也来了啊，然后呢，军售呢一下什么这个案那个案3亿那个1亿，每天干嘛？每天就是在散伙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大陆主张的和平统一事实上是背道而驰的，就有这个外力不断在勾结台湾内部这些想要用这种非和平手段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这群人那这些人来讲的话，这制造两岸紧张气氛。那马英九他是一个主张和平的人，他这个人也是一个很和平的人，对，所以我觉得他去是有重大意义的啦。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这次去3个地方，第一个去广州，那可以了解黄花岗72烈士，黄埔军校，那么这个中国的近代的统一这个从这个北伐都是从广州开始的所以他一定会去广州，因为他曾经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对，这一页历史，他这个人是非常不忘本的人第二个就是说，他去西安去参加黄帝陵的祭典，这就表示他的是非常明明确确的向世人昭告，他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对，这个是跟大陆台湾流的是同样的血缘跟血脉他这一点这个就是最重要的讯息。所以大陆有媒体说，他把这个两岸关系从这个提高到民族的层次，本来这个就是一个事实，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在这个民进党长期的去中国化教育之下那么台湾年轻人对这一点真的是需要再多加强对历史对事实的一个认知。我觉得他去这个黄帝陵又带了20位这个大九学堂的这些年轻人去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第3个去北京，那么大陆邀请他去的，你想想看，他是和平之旅那他去北京，如果习近平不见他，效果是什么？结果会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他去跟习近平见面是几乎是笃定的事情了笃定的事情。那2位谈什么呢？当然是谈和平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上一次去马英九得到的民间，上一次他只是去祭祖还没有去谈什么太多的政治民进党就一直在为难他说你敢不敢讲中华民国？就马英九不敢讲讲了好多次，对不对？那这一次他去，我觉得基本上以他的高度，还有他的国际声望，他会对和平上两岸和平一定会有具体的贡献。我想最后台湾的民意调查会跟上次一样，给予他63%到70%的支持度。我想他给了一个机会让台湾人民再次表达希望两岸和平的这个广大而且非常强烈的意愿。好，来问一下李将军。马英九白去了，因为我看这个和平，我是不抱任何希望。大家要看到这则新闻，这个陈冰华官方已经出来讲话了，就是说在金门这个地方实施实弹射击。那你想想看，
这个时候3月18号国防部做这个宣誓，我敢讲哦，给邱国正100个胆，他也不敢下这个命令。为什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他射击的地点在哪里。现在国防部说要射击地点在这个岛，这叫思屿。对面那些高楼大厦是厦门。那我问你，这边照相这边过去是小金门，是我们的这个小金门首区。那你在这个岛上面做实弹射击，你说你跟对方讲说我没有针对性，我没有任何的这种只是常态性的演习，你认为中共会相信吗？第二个，它涉及的岛叫猛虎屿，猛虎屿在哪里呢？就是前一阵子炒得很热，刘武店水道航道，人家现在正在疏浚，这几艘大型的疏浚船正在这边疏浚，在这个时候，这个刘武店水道就是猛虎屿跟这个大胆岛中间就叫刘公店水道，你现在在这个猛虎屿那边做实战射击，你说你没有针对性，对方会相信吗？那前一阵子3月18号这则新闻，国防部公布以后，这个其实对岸那边的网友已经炸锅了，已经炒翻了。但是这个中央部分官方部分一直没有针对这个事情做任何发言，但是没想到陈明华最后还是发言了。那你现在来讲的话，你想想看，如果这个时候你在那边做演习的话，那中共会不会相信你？后续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个这个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哦。1986年的时候，有一个反攻义士叫陈保忠啊，从这个大陆那边辽宁那边驾机，这个他说要投奔自由啦，就飞到韩国去了。那美国来讲的话，觉得很头痛，韩国也觉得很头痛。你来一个人，我等于得罪中共嘛，就叫说美国就说好像把那个人送到台湾来好了。就这陈保忠就从这个韩国要送到台湾来，老共很生气。你知道老共做什么动作？你知道？所有炮艇开出来，去围我们的岛，围我们外岛的其中一个岛。好，来了几艘船呢？来了20几艘炮艇，每一个炮艇的炮一落下来，炮口对着你。就那个时候，我们岛上的指挥官那个指挥官是一个上校指挥官。指挥官他说啊，我们按照战备规定是敌人距离我6000公尺，我们就要打这个照明弹驱离射击。但是那天他们不敢打，因为来了20几艘炮，都比我们的岛上面的炮还大。那大家不敢打怎么样？那个炮艇就直接逼近我们到2800公尺，到这么近的距离，就炮口对着你，然后对着岛上官兵，当然不敢开炮，这一开炮就开战了嘛。后来就事情后来我们这边也低调处理，就散了。但是散了以后，你知不知道结果怎么样？我们那个岛那个据点指挥官，我自己的同学，差点被法办，说你没有按照规定开炮打对方。那第一线的指挥官这个样，你说这次来讲，你叫金门指挥官，我觉得就是又同意。你叫金门第一线指挥官，他要不要开枪？你不开枪，你法办他开枪的话，后续来讲会不会中共的炮艇就直接2发炮弹过去？我觉得不要拿金门官兵生命开玩笑，不要拿来把金门官兵的生命拿来当做你们在政客炒作的题材。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应该。马英九去这一趟，希望带来和平，但是蔡英文你心里怎么想？这个赖清德你现在心里怎么样？你希望事情越大越好，金厦水域已经闹这么严重的事情，你现在居然在这边要做实弹射击，你叫对方陈明华现在怎么想？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后续4月份马上整整要打1个月的时间，各个离岛都打，所以我觉得这个4月份可能两岸才开始可以看出来到底有多热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